沿着鱼骨整齐切开，去除内脏，再仔细清洗。清洗它那些血水，不然的话，它做出来之后它会有异味，那味道很难受，吃不了。清洗完之后呢，进行一个腌制的过程，是淡盐。就像这样子，每条鱼都要铺上去很均匀的盐，让它保留它的水分不会丢失，鱼肉更饱满。一般的话，我们只是简单腌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洗干净，拿它进去烘房里面烘干。所以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这种鱼，我们逢年过节我们是送这种的。经过2天的干燥，鱼肉变得紧实，10斤的海鳗大概能制成3斤鳗鱼干。我们为了好那一口呢，都自己做着吃。像我们男孩子的话，都会有一手这个手艺，因为它这个是喝酒的神器。剪好的鳗鱼丝，下油锅爆香，再放上一点醋，焗上一会儿，一份咸香扑鼻的鳗鱼丝就出锅了。聚会聊天时解馋，最合适不过了。本地传统的零食虾条制作更为简单。洗干净的明虾去除虾壳，挑掉每一只的虾线，再配成对摆放在网上，最后热风烘干12个小时以上。做好的虾条色泽金黄通透，零添加，不咸不腥，既保留了大海的鲜甜，又有嚼劲，成功完成了天然食材向零食的转化。在当地，除了这些原汁原味的零食，本地人还开发了各种海鲜的新潮吃法。莫坚玲就是个喜欢捣鼓新产品的90后。因为我们北海的海鲜大多数都是作为干货去销往全国各地，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海鲜的原汁原味呈现出来。八爪鱼等海鲜白灼，不同口味的锅底煮好冷却，倒进海鲜冷泡入味儿。真空打包后即拆即食，既保留了海鲜的鲜甜，又迎合了现在年轻人多元化的口味。这些年，新一代的渔民后代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海产捕捞和买卖。李世超和莫坚玲2个90后，正希望依托着海产如此丰富的北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将带着海风咸鲜味的北海零食推向全国，让内地食客也能一解鱼鲜之馋。一年四季花样翻新的水果，是老广们幸福生活的源泉之一。7月，盛夏的广东迎来了水果的丰收季。乐昌市的黄金奈李达到了1年的收获高峰，厨师们将奈李变着花儿一样入菜。黄金奈李炒咕噜肉，黄金奈李炒肉片，黄金奈李煮汤，为这个蝉鸣不止的3伏天里增添一丝清爽。除了水果和入菜，黄金奈李还是这个季节最耀眼的零食明星。清晨5点，九峰镇茶料村的李彩雄和妻子谭四香已经忙碌了起来。他们种植的100棵果树迎来丰收，现在正是每天订单爆棚的时候。黎叔他们采摘的黄金奈李已经在袋子里默默生长了2个月，1年1产，
加上只有短短15天左右的赏味期，决定了它物稀为贵，可以卖到10几块1斤。你看这个金黄色的嘛，里面也很漂亮了。其实10年前，本地产的还只有青奈梨，当地村民从苹果套袋技术上吸取灵感，在青奈梨的生长期用特制的袋子套住，成熟后的奈梨不仅个头大，还摇身一变穿上金黄色的外衣。以前的水分多嘛，果子很容易裂，把它套住，不用打药了嘛。成熟的黄金奈梨，果核与果肉微微分离，似有杏汁清香，兼有桃李风味，独特的清甜口感，在闷热乏味的夏天吃上一口，仿佛泡在冷水中舒爽。九峰镇是广东果蔬种植大镇，每天一早采摘的水果将第一时间被等候在果园边的收购商们送到各地。村里人淳朴，发货前都要将每个袋子拆开检查。自己要想赚2个钱，就是要辛苦一点，没什么了。个大好看的装箱打包，个头小或者有点磕碰的奈梨，黎叔家便留着自己吃。这些年，家里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只能周末才回家来。李婶和婆婆想赶在周日前做好一批果干，给孩子们当零食吃。好甜啊，挺好甜的。新鲜的黄金奈梨一般只能存放3、5天，本地人最直接的保存方式便是切开来晒。切好后，摆放整齐，等奈梨接受骄阳烈日的考验。因为自身酸甜得宜，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工腌制，便能成为好吃的黄金奈梨干。果肉柔韧，入口无渣。还有柔和自然的果香，咬一口就上瘾。这周末，特意留了一些水果舍不得摘的黎叔，总算盼来了可爱的孙子孙女。好了。丰盈的甜蜜果汁在口腔中绵延流淌，黎叔一家4代同堂，子孙绕膝，忙碌劳作后的幸福，莫过于这一刻。在韶关北边的平石镇，昼夜温差大，种植无花果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了。7月，何少波的果园也迎来了收成。无花果娇贵，经不起挤压和擦伤，如同婴儿般需小心呵护。
小时候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晒的时候就天天盯住它，每天过去吃一块。那个果干还并没有完全晒好的时候，已经被吃完了。带着对无花果的念想，在广州工作20年的何绍波，2017年回家乡投身农业，带着当地农户一起搞起了种植。无花果种好就特别难，下几场雨它可能就裂了，或者是说甜度达不到。经历各种天气影响，反复试验，今年产的无花果个大圆润，糖度最高可以达到22度，外皮都挂着粘稠的糖汁，咬一口，无数小种子在口中噼啪炸响，就像是吃着一个糖包子。不同品种的无花果，外表内里颜色皆不同。相同的是，为了躲避昆虫，无花果将自己的花朵隐藏在花托中。轻轻打开，孕育了一肚子的甜蜜，便争先恐后地破炸而出。摘下来的无花果极易氧化，切开后，不添加糖和其他调料，直接烘干。看似简单粗暴，却最能保留原味儿。在55度的温度下风干24小时，湿度达到了20度左右的时候，就算是烘干完成了。制作好的无花果干，因为不加糖，吃起来没有那种糖精的齁甜，独属于水果的芳香干裂，让人一吃就停不下嘴。无花果的美味难以抗拒，放暑假的孩子们期待这份甜蜜也已多时。也许多年以后，他们也会像何绍波一样，时时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棵无花果树，想起无忧无虑的甜蜜童年。除了水果带来的甜，糖在零食中的应用更广。街头的糖画将味道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总能吸引小朋友的围观。小猪背骑啊骑啊的，老哥啊，老哥。许多人的童年，或许都有过一小块冰糖含在嘴里，感受单纯的甜味儿，慢慢化成幸福的味道。在自古种蔗产糖的潮汕地区，零食喜欢以糖为主料。汕头街头，一种叫糖葱薄饼的零食，更是每个本地人从小到大不能忘却的香甜。每年10月，广东天气转凉，揭阳普宁的陈俊辉家就开始忙碌起来。雪白的糖葱被装进一个个超过20年的饼干孔，送往周边地区。糖葱单吃甜腻，本地人喜欢撒上芝麻、香菜，用带点咸味的薄饼一卷，更能衬托出糖葱的甜。糖葱薄饼最早起源于汕头潮南区。古时候，小孩第一天上私塾，得带上糖葱去祭拜孔子，寓意着聪明。明代万历年间，糖葱薄饼渐渐在整个潮汕流传开来，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先落水，然後呢就落白湯，煮10分鐘後就開始落白嘅湯。62歲的陳俊輝家世代做糖葱，從曾祖父那一輩算起，現在傳到他兒子這兒已經是第5代了，算得上是潮汕地區現存最古老的糖葱店之一。熬糖45年的他，練就了一手絕活。硬最主要就個湯要放手嚟食，我感覺呢就個湯係好有感，最關差唔多8個度。
但这个水起码都是着2万多，你才有。哦。煮好的糖浆倒入广口锅中，迅速旋转散热，同时利用离心力推拢，挤压出糖浆里的气泡。转锅，翻糖，直至成为糖块，就到了制作的关键环节——拉糖。不断重复拉打，空气被包含在糖里，蜡黄色的糖块最终变成了乳白色。取下摔好的糖，放在炭火上焙软。下一步是最重要的合孔，次数也有讲究，必须是8次。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最减就是要6至7倍啦，这个手的技术要控制住，等几温大水甲食去高煲炒10就好，做起来就好食。合孔完成，切成块儿，白糖葱才真正完成。整个糖葱的加工经历13道工序，既是一种把握温度的艺术，也是一个跟温度赛跑的过程。做好的糖葱外表光泽如绸缎，拉糖合孔时空气进入，让每一块形成16个大孔，每个大孔周围围着16个小孔，看起来像很多个白色的葱孔聚集在一起。也正是这些小孔，让糖葱异常的酥脆。糖葱洁白无渣，入口松软如卧雪，但吃的时候会有糖碎，所以饼皮登场了。薄饼不用擀，制作时一手拿着软面团，往热锅底轻轻一抹，薄面层瞬间凝固成饼。等边上微微翘起，另一只手马上掀起薄饼，一抹一收，一掀一放，饼皮出炉不过20秒。软糯的饼皮包裹着酥脆的糖葱，忙碌一天吃上一口，这份香甜总能给这一大家子带来治愈。在糖果制品应接不暇的今天，糖葱更像是一种乡土糖果。这些年，这种传统手工美食的老味道渐渐被人遗忘，做这种买卖的人也少了。但陈俊辉仍旧希望这份甜蜜的事业能一代代传下去。